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之前向大家介绍了如何网申 Passbook 和 Scibill 这两个美国的银行账户，另外还有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小伙伴网申了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。网申美国银行的账户虽然好，但是大家在网申之前一定要考虑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不仅关于网申的成功率，更重要的是关于美国的税法。如果操作不当，就可能会造成自己的美国税务身份混乱。轻的话扣取巨额的税款是小事，触犯美国法律，影响自己日后去美国旅游、商务或者是移民，那就是大事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网申美国银行账户的优点，以及申请之前必须考虑的两个问题。网申美国银行账户有两个最主要的优点，第一个优点是便宜，花费少。办期开美国银行账户的4件套，美国 IP、美国手机号码、美国私人地址、ITN， 总费用也就$500。而且有了这4件套，我们就可以尝试申请多家美国银行账户。目前可以网申的美国银行，除了我之前介绍的 Passbook、Scibill、Capital One 之外， Discover、富达、嘉信、US 银行还有美国花旗也开通了 ITN 网申的渠道。另外一些网络银行比如 Venmo、GoToBank 都可以尝试去申请，这家不过就换一家，玩法还是有很多的。另外除了像网申美国银行的支票账户之外，我们还可以网申美国各大银行的信用卡账户。比如我之前就做视频介绍过如何网申 Capital One 信用卡账户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教程。其他各大美国银行的申请教程都大同小异。网申美国银行账户的第二个优点是，网申全程都是自己操作，没有信息泄露的风险。大部分渠道代办美国银行都需要提供自己的全套证件，身份证、护照、手持护照、手机号码、家庭住址，这些都是非常隐私的信息，都要全部提供。如果遇到了无良的渠道中介，信息安全还是有很大的风险。而网申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。以上两点就是网申美国银行的账户的优点。具体网申需要哪些资料，如何操作网申，大家可以观看我的这个视频播放列表。近2年我所有自己尝试过的并且成功的网申经验，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所以本期视频就不再重复了。下面就和大家聊一聊网申美国银行账户之前必须要考虑的两个问题。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网申的成功率。很多小伙伴在提交了资料之后被银行拒了，然后就骂我是骗子，浪费时间和金钱。至于为什么网申不通过，原因有很多种。有可能是你网申的时候没有用美国的 IP， 有可能是你用了美国的 IP， 但是你的美国 IP 不是原生的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用了 Google Voice 虚拟手机号码，另外也有可能是你填写的美国私人地址是商业地址，或者说这个地址是之前别人用过的，别人注册了银行。网申银行账户并不是100%可以通过的，比如我就被拒了很多次。网上流传着很多教程，可以用 ITN 开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，还有 Discover 的支票账户。可是我去申请 Capital One 的是秒拒， Discover 的要求上传会计师面签的证明文件。我花钱找了会计师，拿到了面签证明文件，银行审核了2个礼拜，还是给我拒了。另外还有网申失败的一些让我哭笑不得的原因，比如资料上传错误，把1583公证表当作地址证明上传了，比如网申的地址填写的是商业转运仓的地址，还有就是用 Google Voice 申请，账户通过了，但是收不到验证码，无法登录网银。大家如果按照我的教程申请，请一定要认真的观看视频。比如我上期做了 Access 的开户视频教程，很多人在视频下面留言说现在 Access 的网银没有办法注册成功了。其实我在视频里面就很明确的说过，要先开户成功，银行系统里有了我们的资料之后，我们才可以注册网银。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情，胆大很重要，但决定能否做成这件事情，最重要的还是要细心，胆大心细才可以申请成功。以上这些都是可能的原因，而这些原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。所以说网申美国银行账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运气的，运气好一把过，运气不好秒拒也是正常。而如果申请不成功，
前期投入的4件套的钱可能就打水漂了。而通过渠道代办，只要是资料齐全，99%都是可以开户成功的。下面聊一聊网申美国银行必须考虑的第二个问题，税务身份。美国税务身份可以分为2种， RA 税务居民和 NRA 非税务居民。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 RA 还是 NRA 呢？判断的标准很简单，首先第一个，如果说你有美国的绿卡或者美国的护照，那么你肯定就是 RA， 是受美国的税法的约束，无论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收入都需要在美国报税缴税。当然，如果说你没有绿卡的话，那么一定就是 NRA 吗？也并不是。如果说在3年的时间内，你在美国的实际居住时间超过183天，那么你就是 RA， 全部都是要依照美国的税法来报税缴税。哪怕是你在中国或者欧洲地区的收入，也是要报税缴税的。美国税法的强势之处就在于，美国政府它不关心你的国籍，它只关心你是否是美国法律意义上的税务居民。如果说你没有美国的绿卡，也没有护照，也没有在美国居住3年超过183天，那么你就是 NRA， 也就是没有遵守美国税法的义务。那么 RA 和 NRA 有什么区别呢？ RA 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，金融资产的收入和利息税表是 W9， 税率是 30%， 而 NRA 是非美国税务居民，税表是 W8， 按照中美税收的优惠协定，可以免交资本利得税，也就是说你炒美股赚的钱是不用交税的，只用交 10% 的存款利息或者股息分红税。我们回到网申银行账户上面，一般的美国银行都接受非美国人用护照开户，但前提是人要去银行柜台，而网申美国银行账户，大部分银行都是要美国的税务居民，也就是 RA 身份。我们在网申银行支票账户提交完所有的资料之后，一般都会有一个选项问我们是不是 RA， 如果勾选 NRA 身份，也就是我们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，那么申请是无法继续进行的。只有勾选 RA 承认自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，系统才可以继续申请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同时有美股券商账户和美国的银行账户，那么就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。券商一般我们肯定都会选 NRA， 税表是 W8， 因为税收优惠太多了。而如果我们网申银行支票账户冒用 RA 的身份，那么如果银行给我们发税表了，那就是 W9， 这就会造成我们税务身份的混乱。而且冒用 RA 身份会牵扯到美国的伪证罪，在美国是重罪。如果屏幕面前的小伙伴之后有移民美国的计划，那么不建议网申美国的银行账户。如果造成税务身份混乱，甚至牵扯到伪证罪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会问，那么代开有没有税务风险呢？答案是没有，因为代开相当于本人去银行柜台开户，而去银行柜台开户并不要一定是需要 RA 的身份， NRA 也是可以顺利开户的，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伪造税务身份，更不会涉及到伪证罪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愿意自己网申，接受网申可能会失败的结果，也愿意承担网申伪造税务身份的后果，那么可以自己去尝试网申。关于渠道代开美国银行的优点和风险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，或者给本期视频点赞。如果大家互动比较多的话，我也会考虑做一期渠道开户分析的视频。以上就是我总结的网申美国银行必须要考虑的2个问题，希望能够帮到大家。如果觉得还不错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